看到它这关节外观的设计，你是不是以为它是 HF 的新品呢？不，你绝对想不到，它竟然和这个波奇奖一样，都是Bazzmode的。而且这个卡米娜比波奇奖足足早收获了1年，结果造型设计呢还要比这个波奇奖强了太多，谁敢相信呀？嗨，帅哥，给个3连呗！Bazzmode的卡米娜呢，现在一盒要6张多，毕竟这玩意实在是没啥货嘛，所以说呢，咱因为条件有限买不起，只能选择散货平替一下。它身上的分色以银印为主，所以说作为散户呢也是难以翻车的。也就是腰带上的白色涂装呢有一些异色，问题不大。但是呢，散货也不便宜，这一个也要3张才能到手，而且呢，它给的配件也不全，没有那个带刀鞘的刀以及那一个披风。我们都知道Bazzmode和 HF 的最大区别呢，就是 Bazzmode肯定会标配不一，所以咱手头上的这个散货因为没有布置披风嘛，就失去了灵魂。我们呢就自己手动做一个吧，还有咱心灵手巧，对吧？不过因为实力有限，披风后面的这个图案呢咱还原不出来，而且胸口类似于那个奥特兄弟披风的铁链子呢咱也是做不了，只能用围巾来代替。就这一个无盒散货还缺这么多零件，却要3张，实在是太不值了，对吧？不过还好是有一个心理安慰的，就是它带了这一个难得的特点，就是一个单独的墨镜以及这一个握持手。大家还记得我很久之前评测过的那一个巴克亚洛吧？真的可以说是和它的关节外观完全一致，而且胯部底下呢也是一样的，没有防栓帮，显得像是Bazzmode抄袭的1代 HF 之前设计的 2.0 的男性关节一样。但实际把玩起来呢，要比1代的要好的没影。而且这造型细节设计呢也是非常美观的，只不过你仗着它有布衣披风就卖到1万税钱，实在是太离谱了。虽然说光的膀子，但是还不轻呢，有着足足60克。个头方面呢可以放心，几乎和 HF 是完全一致的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啊，总感觉这个卡米娜越看越像我之前测过的那一个肥姑妈的加洛。你看，同样是光膀子，然后就是头发都是蓝色的，而且都是往右边撇，而且替换脸的方法也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把它这个右边撇的这一小块刘海掀下来之后，然后替换脸就行了。我感觉吧，他们俩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胸部了，因为加洛的胸部是没有涂装的，而它呢是有涂装，而且还是粉色的。我们说的散货呢，基本上就等同于那些厂货了。厂货呢，就是直接拿工厂里面的零件偷偷运出来，然后再组装在一块的。而这些组装用的零件方面呢，基本上是以残次品为主。可以看到这一个头发呢是有一些问题的，可以看到是脏脏的，然后就是有一些白痕，应该是胶水痕迹。离近了看还是挺难受的，只不过它的正脸呢倒是没啥问题。而像这种系列的玩具的散货倒是不用担心关节问题，毕竟它浑身都是通用关节嘛，所以说是不会翻车的。而且呢，它浑身关节间意外的都特别紧实，阻尼感真的可以说是完美。然后它的身体部分呢就没什么可看的了，首先就是它的光膀子嘛，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细节呢做的是挺漂亮的。然后就是小臂还有腹部是缠了绷带，然后就是这浑身的遗印嘛，可以看到这也是中奖了，它在没干的情况下蹭了一下。而其他地方的遗印呢就是没有问题了，做的挺漂亮的。绑带上这歪歪扭扭的刻线呢倒是做的挺细节的，只不过呢这种刻线呢根本不还原绑带是一层一层叠过去的，对吧？然后它这个裤裆呢是一个可活动的分件，没有做线位，是一个偏软的材质的。它这样做的话，一方面是开模更简单一些，而且呢还可以这样可动。然后它这一个胯部呢是久违了有一个像 HF 一样的平转大腿根关节。说真的，我挺喜欢这种大腿根关节设计的，既美观可动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 HF 路飞却不用。然后这一个裤子是喇叭裤款型的嘛，可以看到这个褶皱效果呢也是做的挺漂亮的。然后它这个脚呢画风问题嘛很大，手也挺大的。它脚上的细节呢也做的不赖，看着脚趾盖，然后还有这凸起的脚背，脚底板上是没有什么细节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关节可动方面，虽然说看着是像巴克亚洛一样的外观，但是呢强的没影。首先脖子可以看到低头幅度特别大，抬头幅度呢也是特别大的，转动没问题，特别的灵活。然后肩膀这里注意了，它是和 HF 完全不一样的两段的转轴关节，所以说呢它的可动是特别逆天的。可以看到虽然说它没有 HF 那种蝴蝶肩膀的设计，但是呢真的比蝴蝶肩膀要强的没影啊。胳膊肘呢很遗憾，因为它的单段可动关节嘛，所以说没有衣服可动也只有90度左右。手腕呢是特别灵活的，胸腰部的可动比较一般，但也比 HF 强不少。胳膊的平台呢是只能够达到90度，然后大风车没问题。然后胯部的话是侧踢可以轻松的一字马，没有防栓帮。然后前踢幅度可以达到90度以上，它这个是球形关节连接的，所以说可以做出一定的让位，这样的话幅度就可以达到特别大。后踢能达到70度左右，大腿根平转，屈膝幅度能够达到100度左右。然后它这一个小腿肚子这里也是有一段球形关节可动的。然后脚腕向内向外幅度都不错，脚尖有可动。
一圈把玩下来之后呢，除了这个胳膊肘的可动之外，我真的感觉它这个设计挺无敌的，无论是手感还是设计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配件以外的其他的配件。首先就是它的武器，这一个刀刃的金属色涂装呢倒是挺亮，但是颗粒感也太大了吧，我离这么远就能感觉出来是特别粗糙的那一种，根本不是刀剑该有的那种质感。刀把上的细节呢倒是做的还行，就是这一个有飞边，还挺严重的。替换脸方面呢，首先是3个不同的笑脸，实在是太诡异了，有一半有头发，像是秃顶一样。然后还有一张流血的表情，可以看到它这个嘴巴呢都是做的挺立体的，因为呢它这些嘴巴呢其实都是分件，所以说想做不好都难。替换手型方面，首先是一对五指大张开手，然后是一对武器握持手，一对指天球虐手，一对握拳手，然后是2对不同的角色专属 pose 手，最后就是一个戴在脸上的墨镜。和这一个特点的区别呢，就是有这一个连接键。连接方法呢，就是它这一撮刘海底下呢有这么一个洞可以插进去，组合度特别烂，需要用笔刀修一下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一个8字幕的卡米娜的情况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这玩意儿呢可玩性都是挺强的，只不过实在是太贵了，对吧？首先它本身厉害就贵，都是1万起步。然后这一个系列呢，在国内还没啥知名度，所以说你想入手的话，还真没几个有卖的。所以我也只能花3张买一个散货解馋了。真不敢想象，如果说我舍得买一个全配的，那我玩的会有多开心呀！